我最近发现个商机，那超市动辄几十上百一瓶的椰子油，居然在家用老椰就能做。老椰子多便宜啊，200块钱能买30个。今天要把这事儿整明白了，那下半辈不掏上了吗？但是老椰子椰汁不太好喝，完还不舍得扔，就先把水取下来留着看看玩意儿能干啥，然后找个不讨厌的地方把椰子壳摔了。后来取椰子肉可遭了大罪了，这点活从天亮干到天黑，一个整块的都取不出来，就感觉别人买的老椰子都是来报恩的，我买的都是来讨债的。问题这才第2步啊，我们就已经快缺氧了。我当时满脑就想起一句话：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。后来给石磨端上来，我们一下又兴奋了。该说不说的，驴还是有使命感，就看着石磨，我的 DNA 就动了。我的目标是石磨传3代，人走磨还在。然后我们就这么一圈一圈磨呀，但是下的非常慢。后来大概是半夜1点半吧，有个网友说这油凝固的比较快，你们拿热水试试。我们半信半疑的试了一下，发现真的通畅了很多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头前磨了5个小时，全磨错了。得亏当时直播了呀！我决定配个手机，以后专门直播用。再转着买了个2手的苹果11，我新的4000多呢，完才花1800，用着跟新的似的，完比新的还便宜2000多。浅试了一下，玩游戏不卡，耗电也不快，他们还能提供验机报告，而且免费保修1年。有想换手机的，推荐你们去转转看看。然后椰肉呢，一共是磨出这么些汁儿，先磨出来的已经凝结出很多油了。我一看就这个成色，过了这一宿我不是发了吗？还筛出2盆椰蓉，但我现在已经看不上这点玩意儿了。等天亮找裁缝，给我买风筝枕头送去。然后按教程说，这玩意儿就这么一直熬，血熬干了就出油了。我就老老实实站着熬啊，这一大锅熬了4、5个小时之后，水是熬没了，但油也没出来呀，这不熬出一锅浆糊吗？但我没死心，我又熬了1个小时，这浆糊里也熬出油来了。问题这油一股糊巴味儿，我们唯一得到的那点椰油，居然是最开始撇出来的那点沫。也就是说，30个椰子，4个大小伙子，24小时就熬出来1碗底椰子油，而且最后居然熬了6个小时水。那我算完这账，这几个老嫂当场乳腺增生了，哥们儿。我今天早上上市场买菜，看见一个档口有一个特别大的电磨，在那卖现磨的芝麻酱和香油，那味儿老香了。我在那个摊主的极力推荐之下，冲动消费了。我买了20斤芝麻回家自己磨。这回再用石磨吧，我们就有点经验了。我们上来就把眼罩套上了，但是芝麻并没有黄豆那么扛霍霍，搅快了就成渣子了。要想磨出很顺滑的芝麻酱，就只能这样慢慢悠悠的一圈一圈推，然后一次呢只能倒这1勺芝麻。这几盆我估计得盛个8000来勺吧。但磨芝麻酱不加水，石磨用就堵了。卖芝麻的告诉我，这个时候你点香油就好了。他这办法倒是好用，但是磨香油的时候往里点香油，那世界上第一滴香油是怎么来的呢？这10斤芝麻正好磨了10个小时，然后按比例倒热水给它搅一搅，香油就浮上来了。哇，这个事儿太神奇了！它刚开始的时候就跟麻酱一样，但是不断的敲打就会浮上来很多很多油，而且芝麻在磨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香了。我寻思磨成芝麻油不得更香啊！我们趁热赶紧尝了一下，这10小时真不白干呢，它跟外面瓶装卖的一点都不一样。我们自己磨这个香油一点香味儿都没有啊！我操了，哥们儿撒的，它没有芝麻味儿啊！然后在崩溃的边缘，我们又开始磨芝麻酱了。但我实在是没心态了，我出来拾掇我这些手机。这是为了感谢粉丝支持，联合拼多多做的福利，都是全新正品的 iPhone 13，链接放到评论区了。大驴已经要下手了，你们也赶紧掏一下子。我麻酱磨了2个小时，实在是磨不下去了，已经磨了16个小时了，再磨就不是心态崩了，心脏就要崩了。早晨倒点自制的香油，再倒点之前自制的蚝油，调个油底。麻酱咋回事就别问了，你瞅我弟倒那玩意儿就明白了。我真服了，16个小时啊，那怎么香油不香，麻酱还干苦呢？完，我们昨天还特意在饭店借了一个奔驰锅，但家里电磁炉不行，我们又给它端到炉灶上去了。磨了1天1宿芝麻呀，到最后居然买的现成的调料，完蘸着吃顿火锅。我这一下彻底崩溃了。那原来我咋的也是一顿饭吃6、7个菜的手的呀，怎么现在一天吃1顿正经饭这么困难呢？我最近有点馋肉松小贝，让我妈念叨的，总害怕外面的肉松是纸壳做的，就干脆自己家做了。在家做嘛，肉松肯定得给够啊！我煮了一大锅肉，都给炒出来，正好留着这两天喝粥吃。这肉煮熟了，先给它捶打一番，让它等会儿老实配合。但如果它不吃罚酒的话，咱们就快速启动Plan B，我们可以给它吃敬酒啊！就不忙的情况下，可以先给它磕一个。
后来撕肉丝可要了命了，纯人类反祖啊！那天不都看直播了吗？我们最开始有说有笑的，后来逐渐变得暴躁，最后终于变态了。没有手指甲吗？撕的贼费劲，镊子是最好使的，但就后遗症不太好治。等这回隔离结束，我仨高低得出去做个美甲去，谁也拦不住。这10小时太痛苦了，我们就一直在里边撕，猫就一直趴门口看呢，这感觉特别像围城，里边的人拼命想出去，外面的猫拼命想进来。最后一共是撕了这么多肉丝，这是天亮时候撕的，那薄如蝉翼，细如发丝；这是天黑之后撕的，反正也能说得过去。这是变态之后撕的，这会儿已经崩溃了，就寻思赶紧毁灭吧。后来炒肉松的时候，场面非常混乱，从凌晨2点炒到早上7点，就一直站那扒了。只有炒过肉松的人才知道我们这一宿过得到底有多变态。然后一宿没睡觉，还想吃点重口的，就煮了几袋人类快乐螺蛳粉。这粉个大料足，可解馋了，整10包料啊，有薯片一样大的腐竹，还有这么长的酸笋，而且粉吸满了汤汁之后，吃起来特别入味。这一碗感觉菜比粉都多，汤是酸酸辣辣的，吃着特别爽。我们本来以为肉松晚上就能炒完正好吃螺蛳粉，但目前来看，这个系列可能要更名为我的早餐。不过这箱肉松看着可太过瘾了，给小贝先多抹点芋泥，完给蘸满蛋黄酱扔里轱辘去，这埋肉松里根本找不着小贝的感觉，太爽了。完我们寻思反正这一顿是丁不爱吃，就再快乐点得了，就做了炸鸡和奥尔良烤鸡腿。我吃完饭都恍惚了，我们头一天上午10点见的面，吃上这顿饭正好是第2天上午10点，就因为怕外面肉不好，完24小时没合眼。我寻思这不大嘛，那肉不好不吃得了呗，遭这罪干啥呀？我前2天在家看了个纪录片，它里边讲说生蚝纯拿水熬，什么都不加，熬出来就是蚝油。这个事儿刚好戳在了我的好奇心上，我买了100斤生蚝，我就想看看纯拿生蚝熬的有没有瓶装的好吃。当然我更好奇这100斤称到底准不准。我们一个一个量的，这些一共是96.4斤，误差还是可以接受的，但是中间差的这3斤6两啊，让我想起了一个不太美好的夜晚。完给这些生蚝刷得干干净净的，刷完他俩再互刷一下子，就准备开生蚝了。开生蚝可要了命了，我没寻思这玩意儿这么难呢。这点生蚝一共开了5-6个小时，中间还开直播求助了一下网友。在众多网友的指导和鼓励之下，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不是生蚝太难开了，是我们太笨了。然后求助了一个能来的朋友，奈何一个好人也带不动3个废物，我就又抓了一个壮丁。可能是他们这个年龄段需要总吃生蚝吧，他俩叮咣一顿砸，不用1个小时就全干完了。后来我们总结了一下，开生蚝只需要把握3点，就是放开轮，别怕霍霍，不要在自己家开。生蚝肉要好好给它洗一洗，这些一共是不到12斤，加水熬上呢，就算是开始做蚝油了。我仨可算能歇会儿，先领个左下角福利，你们也可以下载一下，登录就能领888。这我回手还能再整50斤生蚝，而且用上礼包码升1级就多10块，等级到了还能领8000和苹果13。你们赶紧去左下角链接点下面的立即下载，不会领的看看详细的顶部的流程图，按图上步骤领就行。然后我看了一眼我的蚝油，熬的这个色儿有点像王致和，焦虑的，搞得我也很焦虑。后来我确认了一下，这么熬不会中毒，我就接着熬了。这个过程就是一直搅拌一直熬，我后来都站着睡着了。我觉得不是拿水熬蚝油，这是拿命熬啊。后来熬到了早上5点，终于熬出了这么一碗古法蚝油。然后我翻了好多酱做蚝油的博主，发现他们到今天还在更新，这让我稍微坚定了一些，就是这玩意儿真的能吃。我们对比尝了一下，自制的蚝油呢特别鲜，瓶装的蚝油呢就特别咸。然后用自制生蚝做了几个菜，又是一天一宿啊！这1000多块钱的生蚝壳子还不知道咋办呢。大早上7点，我仨在这整一桌生蚝，这一天算没法过了。但是这个自制蚝油吧，炒菜只有鲜味，有点单调，而且颜色不太好看。我需要把这碗1500块钱的蚝油再加工一下，居然是为了让它达到10块钱一瓶的那个标准。这个逻辑真的是造孽呀！对。跳闸完了。有几个老六隔离刚放出来，完上我家找刺激。今天给你们来一个上下都过瘾的特麻特辣菌。先搞一大锅东老麻汤底儿，我今年试了很多次，这个版本是最接近校门口那种香味的。然后最近菜比较贵，买啥都觉得不合适，就没放多少，就只能放点小龙虾、螃蟹、虾爬子、八爪鱼和生蚝。然后在碗上套个塑料袋，用最老式的吃法解决这一锅东海老麻。但我们同学吃完之后脚肿了，他可能是第一个在东北吃麻辣烫犯痛风的。他妈听完之后让他赶紧回来，说这事发朋友圈点赞肯定多。再来一个加麻加辣的全荤冒菜，先炒火锅底料，然后使劲放辣椒、花椒、麻椒，不要心疼皮案子。然后牛肉、鱼片、大虾、鲍鱼、鸭肠、毛肚，这满满一大锅，看着好爽啊！这一大盆里唯一的素菜就是午餐肉、葱花、香菜。然后我今天才知道，大片毛肚原来是这么撕出来的，而且多细的丝儿都能撕，他是真心疼强迫症。
晚醉学了一个茶百道的西瓜波波配方，特意为他在得物买了个冷萃杯。这换季了，他们上新了好多好看的小水杯，上得物搜127031或者点评论区链接就能看见。这夏天挎上跟小姐妹出去露营多出片啊！而且物流刚恢复，纯老淡季，赶紧去链接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，尽早掏一个。完家里没有脆波波，这个活爹居然去茶百道买，他还跟人说学会配方了，以后再不花这冤枉钱了。就他不挨揍，那纯是因为我们街区普法工作做得好。还做了毛豆炸鸡小龙虾，这小龙虾生前是蓝色的，还挺让人稀罕。吃上小龙虾就期待夏天赶紧来吧。完间用了个巧克力瀑布鸡，结果一下给整冒烟了。刚开始还以为干冰呢，猛吸大口差点没过去，这给小胖窝囊的呀。他想在巧克力脆皮里加点瓜子仁，扒了2个小时的瓜子一动没动。开头那一句特别绝望的完了，就是他说的：吃好喝好，好好活着。